这一套策略走下来，我们除了可以拿到超级高的稳定币流动性挖矿收益，还有可能拿到税生态上面至少3个大的空头回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alk Chain 节目，我是 CH， 很久没有和各位分享 DeFi 流动性挖矿的好去处了。今天想分享一个稳定币挖矿年化回报将近 90% 的项目。不同于其他的小矿，这个池子和利息所能容纳的资金额度相对比较高，所以不至于一个人进去吃肉之后，其他人只能喝汤。重点是这个项目还没有发币，且这是一个在税公链上的项目。我们过去观察到的一些优质项目，比如之前介绍的 Movement 项目，这些前沿的项目在 Move 语言的生态上默默的搞事情。板块流动之后，税这个 Move 语言的公链龙头可能会有一些热点，或许会有不错的空头，所以适当给自己建立几个税的钱包地址，做一些精品号，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先给个结论，如果你有稳定币，想找个高利息的矿池，或者你想打造税地址的精品号，这期视频会手把手和各位讲解一个项目以及具体最优化的参与策略。对 DeFi 感兴趣的朋友们，记得看到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现在先帮忙，动动手指点赞留言，让 Talk Chain 可以给更多人看见，万分感谢。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视频的主角叫做 Bucket Protocol， 是目前整个税公链上面最大的 CDP 项目协议，也是类似 MakerDAO 超稳定币的项目。MakerDAO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们在以太坊上发行了一个叫做 DAI 的稳定币。同样 Bucket Protocol 它在税公链上面也发行了一个叫 BUCK 的稳定币，1:1与美元价值绑定。目前来看，这个稳定币的价格还挺稳定的，比过去我看过好几个 CDP 项目做得好一些。因为之前有很多的稳定币项目，它没有好的机制来保证稳定币的价格能够真的和美元锚定，从而导致稳定币不是特别稳定。这个问题在 Bucket Protocol 上有相应的解决措施，所以还好，待会会说。这期视频呢会分成4个部分。第一，我们来看这个项目的基本面；第二，我们来看这个项目的稳定币价格机制；第三，我们来讲解具体的参与策略方法；第四是我们使用这个策略和项目可以期待的几个空头机会。首先，第一个部分，项目的基本面，它是目前税上面最大的 CDP 项目，锁仓量高达1600万美金，不算特别多，当然不错了。之后税公链发展起来，这个数值应该还会上涨。另外，因为这个项目还没有发币，所以之后发币了，利用代币的激励策略，应该还可以再进一步提高项目的锁仓量，吸引更多的用户。目前在还没有发币的情况下，也还没有使用空头积分机制的情况下，有机的资金量能够达到1600万美金，不错的成绩。刚刚说了，这个项目的稳定币叫做 BUCK， 目前流通于市场的稳定币价值1100万美金，在税的生态上有一席之地，也和不少的项目达成合作，在这个列表当中的项目都可以使用到他们家的稳定币。这类型的项目机制很简单，用户存入抵押品可以铸造出稳定币 BUCK。 这里可以看得到目前抵押品金库的组成情况，每枚稳定币背后都有超过1美金的抵押品来支撑，所以可以保证 BUCK 不会出现严重的脱钩情况。这就是 Bucket Protocol 的基本情况介绍。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说一下 Bucket Protocol 是怎么样来维持价格稳定不会脱钩的。最主要的办法是他们目前开放了赎回的机制。如果今天 BUCK 稳定币的价格跌了，从原本的1美金跌到 0.9 美金，会有一批人去市场大量购买便宜的 BUCK 代币，从而让 BUCK 的价格从 0.9 美金涨回1美金。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批人想要去购买 BUCK 代币？我们称之为搬砖套利。因为购买了 BUCK 稳定币之后，来到这个界面，每一枚 BUCK 呢都可以以1美金的价值来兑换税、WETH、USDY 这些代币，相当于在二级市场当中，你用 0.9 美金买了 BUCK 的代币。来到官网上面，他们依然承认这价值1美金，所以中间就有 10% 的利润差。这就是我们搬砖套利的收益。当然在赎回的过程当中 Bucket Protocol 也会收费大概 0.5% 的税率，所以只有当 BUCK 的价格跌超过 0.995 美金的时候，才存在搬砖套利的利润空间。这项机制很好的保证了 BUCK 的稳定币价格。同样的，如果今天 BUCK 的稳定币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太高，可能一枚稳定币原本是1美金嘛，在二级市场当中高达 1.1 美金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以$1的价值来铸造 BUCK 的稳定币，然后去市场当中抛售，从而赚取 10% 的溢价。简单来说，如果 BUCK 稳定币的价格太低，会有人去购买；如果价格太高，也会有人去抛售，从而保证这个稳定币的价格会非常的接近$1。之前的一部分 CDP 项目方都没有开放这种赎回的机制，从而会导致稳定币脱钩。Bucket Protocol 呢，它开放了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用户就相对不用担心稳定币脱钩的情况，可以比较有信心持有他们家的稳定币 BUCK。当然啦，如果黑天鹅事件发生 ，BUCK 稳定币也有可能脱钩，比如这个项目被骇客入侵，里头的抵押品全部被偷走，那么刚刚的机制就没有办法保证它的价格能够稳定。目前 Bucket 的项目经过了2家机构的审核，不敢说绝对的安全，但算相对安全。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阅读这2家机构的审计报告。第3个部分，我们来聊具体的策略，也就是如何从这个项目中获利。这应该是这期视频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数字 ，Saving APR 稳定币存款的利率高达 90%。无论是 DeFi 还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应该目前没有一个平台能够给稳定币这么高的利息。而且这个存款池子里头目前已经有超过$900万在里面了，这么高的资金量依旧能够保持 90% 的存款利率，所以就算一时之间有比较大的资金进入，这个 APR 的利息也不会被稀释得很严重。就算我们一次性存入$300万的资金进去挖矿，这个 APR 应该还可以维持在 70% 左右，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大且优质的矿池了。为什么这个项目它可以给出这么高的利息？原因在于这个项目呢还没有发币，所以目前该项目赚取的收益大部分会给到这个稳定币的存款池子里头，以此来吸引大家多拥有 BUCK 的稳定币，强化自家稳定币在税生态当中的地位，算是一个我们早期用户的福利。因为目前它还没有发平台代币，所以大部分的利润呢都会回馈给这个池子里头，我们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利息。之后发了平台代币，会有部分的利润给到这个平台代币去赋能，所以我们拿到利息可能就少了一些。不得不说DeFi 真的很有趣，我们只要比别人早一些发现，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么高的利息收益。流动性挖矿的利息应该已经很足够当我们的生活费了，或者我们可以用流动性挖矿得来的利息去冲一些高风险的公售项目，就算高风险那边归零了，对我们而言也没有太伤，因为不是我们的本金，只是我们一部分的利润。要赚取这个 Saving 的 APR， 我们需要拥有 BUCK 的稳定币代币。2个办法可以获得代币，第一是我们最直接去二级市场当中购买，第二是我们去用他们的抵押品的策略去存入资产，然后铸造出 BUCK 的稳定币。2种方法我都参与了，2个策略呢各有利弊，适用的人群也不太一样。我们来仔细说一下哈。对了，小狐狸钱包它不支持税的公链，如果你要玩这个项目，需要下载其他的钱包插件。这里推荐可以用 OKX Web3 Wallet， 它支持以太坊还有税的公链，大家可以直接把税的代币打入 OKX 的钱包当中就可以了，就有资金来进行待会的流动性挖矿。第一个策略，直接来到二级市场购买 BUCK 的代币，这里推荐各位用 Aftermath 这个平台来购买 BUCK 代币，这是税上面的一个交易聚合器，类似以太坊上面的 OneInch， 它会自动帮我们在各个交易所当中找出最优汇率的路径，帮我们购买到 BUCK 的代币。你可以用任何的代币，比如税或者 USDC、USDT 来购买 BUCK 代币都可以。它下面会显示它帮我们去执行的路径是怎么样的，怎么拿到这个比较好的汇率。购买了 BUCK 代币之后呢，大家回到官网这里，我们点击 SBUCK，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存入我们的 BUCK 代币进去，然后赚取 90% 的利息。我们点击 Deposit， 然后输入我们要存款的金额，然后点击 Connect Wallet 跟 Deposit 就 OK 了。存款之后呢，你可以每1分钟实时的看到你赚取到的税代币数量，你挖矿的成果。如果你想要提走，点击 Manage， 然后按 Stake 就可以完全提走了。这个提走过程当中是不会有任何抽税环节的，所以你可以不用太担心。目前的年化回报是 90%， 你可以每周都点击这个 Gram， 然后把这个挖矿得来的税代币呢换成BUCK，再丢进去就可以达到复利的效果。假设 APR 是 90%， 你每个礼拜都定期来 Gram， 然后把利润投回去利滚利，你的 APY 年化回报呢可以达到惊人的 144%。
反正税公链的燃气费很低，参与的朋友们个人建议可以定期来复投，非常的舒服。这个策略适合什么人呢？适合你本身就持有稳定币的人，你比较低风险偏好可以用这个策略，因为你只是把你的稳定币从 USDC 换成 BUCK 的代币，只要这个稳定币不脱钩，就基本上没有风险。另外，大家可以再进行多一个操作，就是把你们的本金可能分成3到5份，开设多几个钱包，然后做同样的操作，就相当于你有了3到5个的精品号钱包。之后，如果他们给税的精品号空投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空投代币。所以这是一个额外的操作，看大家要不要去做。第二个挖矿的策略是，我们去存入抵押品来铸造 BUCK 的稳定币出来，这适合本身就持有税代币的人。如果你本身持有税代币，你看好税，你觉得它会涨，你不想卖掉来换成稳定币，你怕错过涨幅，你可以把你的税存入进去，然后再拿 BUCK 代币去赚取利息。如果你是这个策略，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存这个税代币进去，你可以存这3个 LST 的税代币进去，因为它可以额外拿到 70% 左右的 APR， 其他池子是没有这个福利的。目前这3个池子当中都还有一些的额度可以参与，比如我这个测试号存入的就是哈税这个代币。首先呢，我们要持有哈税的代币才可以来操作。我们回来 Aftermath 这个平台来购买哈税的代币，我们点入哈税，会发现到哈税代币呢有好几个同名的代币。为了担心买到错的代币，大家可以来到 Sisters 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打哈税，这里呢它会显示给我们真正哈税它的合约地址，我们点击复制，然后我们回到 Aftermath 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直接复制刚刚粘贴的地址，这就能够保证我们绝对能够买到正确的哈税代币。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在 Sisters 这个交易所上面购买哈税的代币，而要来到 Aftermath？ 因为这个平台呢能够帮我们找到比较好的路径，我们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汇率购买到哈税的代币。我们点击 Trade 就可以购买了。有了哈税代币之后呢，我们回到 BUCK Protocol 的平台，点击哈税作为抵押品。假设你拥有1000枚，你就输入1000枚，然后你可以点击 Auto Safe Borrow， 它会自动根据比较健康的比率帮你借出674枚 BUCK 的稳定币。当抵押比率低于 110% 的时候，你的抵押品就会被清算，也就是如果税的价格大跌，这个策略有可能会导致你被清算，本质上和借贷协议差不太多。这里呢会显示你的清算价格，比如你点击 Auto Safe Borrow 嘛，你的清算价格大概是 0.74 美金左右，只要哈税呢不要跌超过 0.74 美金，你就不会被清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铸造多少数量的 BUCK 代币，铸造的越多，你的清算风险也会越大。假设我们铸造800枚出来，那我们的清算价格就是 0.88U， 我们清算风险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一些了。如果你们点击确认铸造出 BUCK 代币，然后借出来之后会来到这样一个界面，这里可以看得见你们有一个 Borrow Reward， 这就是你们刚刚存款你们的哈税代币获得的税的奖励，这里会显示你真实能够获得的 APR。 刚刚不是 70% 吗？为什么这里只有 51%？ 因为我们铸造出的 BUCK 数量越多，能够拿到的 APR 也会越多。比如我这个号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策略，只有它跌到 0.86 的时候我才会被清算，所以我没有说选择一个特别激进的策略，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拿满 70% 的 APR， 我只可以拿到 51%。 如果你特别的激进，你借出很多的话，你才可以拿到 70% 的 APR， 但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建议。接着呢，你再拿你铸造出来的 BUCK 代币，可以存入到这个存款池子里头，你可以再额外拿到 90% 的 APR。 所以这个策略你可以吃到2份收益，一个是 SBUCK 的 reward， 而另外一个是 Borrow 的 reward。 但是这里要和各位说一下哈，第二个策略的 APR 不是直接拿 51% 加上 90%， 因为赚取得来的 90% 的资金量并不是我们全部的资金。假设我们的哈税的抵押比率是 155%， 大概存入1000美金，我们可以拿到650美金的 BUCK 代币，相当于是本金的 65%。 这 65% 的资金我们再拿去赚取 90% 的收益，所以真正要算的话，我们的第二层收益是 0.65 乘以 0.9，大概是 59% 左右。所以我们真正第二个策略的 APR 呢是 51% 再加上 59%， 大概是 110% 的 APR 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你要使用第一个策略直接购买 BUCK，
然后来获得 90% 的 APR， 还是通过第二个策略获得 110% 的收益。第二个策略呢，有清算的风险，但控制得当的话，可以不错过税的涨幅，而且拿到的利息比别人多一些。但我个人觉得高级玩家才玩第二个策略会好一些。对于非高级玩家，你是一个低风险玩家的话，我觉得为了多 20% 的年化收益去承担清算风险不是特别的值得。希望我有把刚刚的2个策略说清楚哈，如果说的不太清楚，不了解的朋友们也可以进入我们 Discord 群组当中，我们可以再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也可以跟群友交流啦，大家都很厉害。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个部分，整理一下我们刚刚的整个一套策略可能可以拿到的空投，我觉得有几个。第一，首先是 Bucket Protocol 呢，这个项目还没有发币，我们来到这里去薅羊毛，除了拿到高额的利息之外呢，可能之后会有代币的空投，毕竟我们是这个项目的超级早期用户。第二，刚刚用到好几次的 Aftermath 目前也还没有发币，大家还记得 Solana 上面的 Jupiter 吗？也是一个交易的聚合器，当时候简单交互过的朋友们都拿到不小的空投，所以现在来到税上面用一用 Aftermath 也有可能在之后拿到大额的空投。第三是目前 Bucket 用的预言机有2个，一个是 PIF， 而另外一个是 Supra。这个 Supra 的预言机也还没有发币，去年9月份的时候拿到2400万美金的融资，背后的金主爸爸是 Coinbase， 所以这个预言机也不容小觑。之前 PIF 预言机发空投的时候 ，Top Chain 的小伙伴应该都拿到特别的多。刚刚的策略走下来，我们也间接的交互到了 Supra 的预言机。之后如果他们的空投规则和 PIF 一样，我们可以吃到几口肉。既然提到了税上面的空投机会，我这里再提一嘴，如果你们本身有做合约交易，税生态上面这个 Bluefin 交易所现在也有空投活动，做合约交易就可以拿到之后的代币空投。这个项目的估值似乎还算挺高的，它应该可以成为税之后的合约交易所的龙头，可以看看之后的空投份额大不大。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上面做一些交易，可以在之后拿到空投的代币。好啦，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我是 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